医生拿出一瓶烈酒，一杯杯的灌进了重症患者口中，因为这瓶酒能够治好病人的绝症，好让他健健康康的去监狱里执行死刑。原来，男人是一名死刑犯，他因残忍杀死自己的妻子入狱，后在监狱中又杀死了2名狱友以及1名警卫。可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，他却突然发病了。他先是看到被自己杀死的人一一出现在自己眼前，然后心脏停止泵血昏倒在地，随后男人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心跳过速、肺水肿等症状的出现让医生们怀疑他在吸食面粉，毕竟在监狱里搞到面粉可不是什么难事。于是医生们马上收集了他的尿液进行检测，结果表明男人并没有吸食面粉，但却在验血结果中发现他的碳酸氢钠含量很低，这说明他患有阴离子键细酸毒症。豪斯猜测他一定是在监狱中接触到了导致他中毒的物质，于是他派小帅去监狱里检查一下。可小帅还没回来，男人的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了，他出现了心跳过缓，并且心率降到了30。豪斯马上给他注射了阿托品，但这只能延长他几个小时的生命。豪斯打电话询问小帅有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物品，但小帅却说男人的牢房里很干净，除了一些信封跟影印积碳粉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听到这，经验丰富的豪斯马上找到了问题所在。紧接着他走进病房，并且拿出了一瓶烈酒，美曰其名的要请男人喝一杯。直到2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豪斯这才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听到小帅说影印机碳粉瓶，就猜到男人一定是喝了影印机里的液体想要自杀，而烈印液里90%都是甲酸，但酒精里的乙醇会凝固甲酸，最终通过尿液的方式排出体外。但豪斯好奇的是，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人为何想要轻生？而男人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他想要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。可男人的身体明明已经好了，豪斯却不打算让他出院，因为豪斯注意到病历上他喝墨汁之前，他的心脏就已经在砰砰狂跳了。豪斯怀疑他的脑子一定有什么问题，豪斯马上安排男人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院长认为豪斯是在小题大做，想要强制让男人出院，因为这个危险的家伙在这一整层楼都要封闭。可临出院却又出幺蛾子了，男人说自己的肠子像是被火烧似的，但院长认为他就是装的，他只是不想回监狱而已。可豪斯却察觉到了异样，他一把掀开了男人的被子，果然发现男人下体一片殷红，他的肠道正在坏死。但医生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使他发病的原因。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豪斯却在想他为什么要杀掉这些人呢？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有动机。据他们所知，男人杀掉女友是因为女友出轨，这是因为嫉妒；进监狱后杀掉第1名狱友是因为那个人先袭击他，这是为了报复。而那名被杀掉的狱警档案里全是虐待投诉，这是那名狱警的报应。但男人杀死2号狱友却没有任何动机。为了调查清楚，豪斯再次找到了男人。Tell me why you did it. For other victims you were almost bragging about.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this guy? I was in the library just reading, and I started feeling really nervous. This guy was staring at me. I could feel his eyes digging holes in the back of my neck. It made me feel crazy. Heartbeat racing in my ears. I just raged out on it. 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，他杀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突然的狂怒，而有一种病会引起狂怒，并且符合他之前出现的所有症状。是个细胞瘤，是个细胞瘤发生在肾上腺上面，并且会随机分泌大量腺素，从而导致心跳过速、肺肿水以及肠道坏死。果然，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男人的确患有是个细胞瘤，是肿瘤导致他狂怒杀人，但也没必要治疗了，因为明天男人就将回到监狱执行死刑。即使杀人并非他的本意，但他终将为此付出代价。医院里医生突然闻到了什么，他一把掀开了男孩的被子，男孩竟然直接拉床上了，但他却对此没有任何感觉。父亲骂他不知羞耻，殊不知儿子变成这样却是父亲一手造成的。几天前，男孩瞒着父亲来到夜店嗨皮，可他玩的正嗨，身上却突然传来了触电的感觉。他以为是朋友在跟他开玩笑，但朋友骂似说自己没有。紧接着，触电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，男孩甚至被电得直接昏了过去。随后，男孩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即使在医院，他也没几分钟就会休克一次。医生们给男孩做了一系列检查，可都没有查出问题所在。但豪斯却从男孩的家庭成员上发现了异常，他的母亲死于车祸，而车祸原因是他在大白天突然驶离了公路，这让豪斯认为他的母亲可能有病，而有一种遗传疾病会引起频发休克，进而丧失行动能力，纤维神经瘤症。医生们马上提取男孩的 DNA 进行分析，可提取过程中小黑却闻到了些奇怪的味道。他一把掀开了男孩的被子，我想你应该没在吃饭吧？可男孩却对此毫无察觉。小黑又用圆珠笔在男孩脚上扎了一下。Feel that? Yeah. 新出现的症状让医生们怀疑男孩是因为感染，于是马上给他做了腰椎穿刺进行测试。可做完之后，男孩却故意支开了父亲，然后对医生们说出了一个秘密。原来他之前瞒着父亲跟朋友去了牙买加游玩，自从那后身体才出现了种种不适。豪斯马上让小美找到了他的朋友，看看他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。
可朋友除了隐私处长了一些皮疹，其他方面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但男孩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，他突然感到腹部剧痛难忍。医生们检查后发现他出现了肠穿孔，立即给男孩安排了修复手术。可造成肠穿孔的原因，众人却一头雾水。但就在此时，女院长带来的一个消息却让事情迎来了转机。男孩的朋友因吐血被送到了医院，豪斯亲自检查了朋友出现的皮疹，但同样没看出什么异常。一筹莫展之际，朋友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。他说男孩放学后会去他爸爸的废品回收站里帮忙。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急忙找到男孩的父亲，质问他为什么隐瞒了自己是做废品回收的，这让豪斯一直忽略了可能会引起发病的环境因素。男孩父亲表示自己只是不想让儿子因此受到歧视。豪斯继续追问男孩最近工作时有没有接触一些奇怪的铁块或者金属。父亲突然想到之前收到过一个精美的小铅块，他把铅块当作礼物送给了儿子。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，他急忙让下属们将男孩的个人物品送到放射科，并且强调将整个柜子一起搬走，千万不要碰里面的东西。随后豪斯拿出辐射检测仪对男孩的物品开始了检测。随着检测仪的滋滋作响，终于确定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原来这块金属是用来勘探的工业放射性材料，男孩与其长时间的接触让他的身体完全丧失了产生白细胞的能力，从而导致了他出现的种种症状。而他的朋友游玩时也把玩过这块铅块，听到这父亲悲痛欲绝，竟是自己亲手害了自己的儿子。随后父亲跟朋友也接受了辐射治疗，由于两人接触放射物时间不长，经过治疗后便得以痊愈，但男孩却已经无法医治。 Scared, Dad. You're gonna be just fine. Baby, you wanna know the truth? I'm telling you. You're gonna be fine. I swear. 男人一把抢过瘸子的拐杖，嘴里还说着要娶这根拐杖为妻。瘸子肯定不愿意，可他一番拉扯还是没能将拐杖夺回。一气之下，豪斯猛地松手，男人一个踉跄哐倒在了车上。下一秒，男人就感到呼吸困难，紧接着直挺挺地摔倒在地。I didn't touch him. He's going into anaphylactic shock. 这下，豪斯医生不得不为他治疗了。原来，男人是一名艾滋病患者，但他总感觉自己的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，于是便有了刚刚他堵住豪斯求豪斯为他诊断的那一幕。毫无疑问，艾滋病肯定不会引起过敏性休克。于是豪斯让下属们给男人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可没想到，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。男人突然一阵咳嗽，小美上前想要为他倒一杯水，谁知男人一个控制不住，直接将血咳在了小美脸上。紧接着，男人便感到胸痛难忍，呼吸困难。医生们观察后发现他颈部血管突出，看来他一定是出现了心包积液。小黑拿出针管想要为他抽出鸡血，可抽了一下却什么都没有。而只有一种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他心脏里有肿瘤。最终，电脑扫描确认男人心脏上有一块肿块，这是典型的非核结晶淋巴瘤，而淋巴瘤就相当于是死亡判决书。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，男人明明都要死了，他的父亲不仅不伤心，反而骂他这是咎由自取。豪斯想不通这对父子间怎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，父亲愤怒地说出了真相。He killed her. 原来当年他的母亲肾衰竭，只有他的肾源与其匹配，可肾移植前夕男人出去乱搞，不慎沾染上了艾滋病，母亲失去了可移植的肾源，最终死亡。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可比起这个劲爆的消息，豪斯却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。他注意到父亲说话时一直在流汗，而且看他脸色通红，应该是在发烧。再加上男人家庭病史上显示父亲患有肝硬化，豪斯突然想到男人胸口上的肿块可能不是肿瘤。他追问两人之前经常会去狩猎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豪斯明白了，男人胸口上极有可能是一种寄生虫囊肿，动物的尸体可以将它传染给人类，而之前的各项检查没有查出是因为囊肿将寄生虫包裹了起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父亲的肝里一定也有，而想要确诊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对父亲做一个血液检测就可以，因为肝部的囊肿是可以检测出来的。然而父亲却不同意进行检测，因为儿子的死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谁让这个不孝的家伙害死了自己的妻子？但豪斯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他还有第二套可以确诊的方案。豪斯开始当着父亲的面羞辱他死去的妻子，他骂女人生前一定是个又胖又笨的婊子。父亲终于忍不了了，重重的一拳砸向豪斯的面庞。不过这也正是豪斯的计划，因为他终于可以正当防卫了。随即豪斯一拐杖打向了父亲的肝部，父亲痛苦地萎缩在墙角。豪斯也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囊肿一旦破裂便会引发过敏性休克，就跟开头儿子受到撞击时的情况一样。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豪斯是对的，医生们马上对两人进行了手术，先通过针管注射将囊肿里的寄生虫杀死，然后再将囊肿整颗摘除。手术非常成功，短暂恢复后两人便无大碍，儿子也终于对父亲袒露心扉。其实关于母亲的死，他多年来也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。父子两人也终于消除了芥蒂。可在另一边，女医生却满面愁容，因为虽然她感染艾滋的概率很小，但概率很小并不等于不会感染。她的胳膊就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，但她并没有在意。
还是跟往常一样的出门。可接下来他的左肩也不自觉地抖动起来，但身为大忙人的他还是决定先去工作。可车辆刚刚启动，女人的手脚又开始了不停的抽搐，导致他一脚油门直接撞进了车库。直到此刻，女人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。随后女人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医生们最初怀疑女人是怀孕了，因为夫妻俩近期一直在要二胎，而孕期的前3个月就有可能会出现运动失调。于是医生们马上给女人做了妊娠试验，可试验结果却显示她并没有怀孕，这让医生们一头雾水。偏偏就在此时，女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，她开始出现了精神错乱，她总感觉有人要抢走自己的宝贝女儿。医生们给她注射了镇定剂，才让她稳定下来。但新症状的出现也让医生们成功锁定了一种疾病——亨廷顿病。亨廷顿病完美解释了女人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，可就当医生们认为可以确诊了，让众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女人的亨廷顿病检测结果竟然呈阴性，奇怪，明明符合这种病的所有症状，但却不是这种病，这让豪斯断定女人一定隐瞒了什么。于是豪斯让下属们潜入到了女人家里，看看她有没有偷偷服用什么违禁药品。果然，在女人的车里发现了利他林，这是一种兴奋药，长期服用便会出现女人出现的种种症状。最终，女人也亲口承认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才会偷偷嗑药进行放松。那现在只需要停止服药，女人的身体便会慢慢好转。